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庄林，欢迎收看《守藏历》。1944年冬天，日军已经打到了贵州，独山沦陷，所以政府也紧急的要在安顺的文物赶快往北，再迁移到四川巴县去。第一批文物在离开安顺的时候，时间非常的仓促。我这里有一份母亲当年的日记，我给各位宣读一下。重庆院中派来电报，令穆林速去贵阳接下车辆，移运古物至四川。接电后，穆林适时动身去逐，10数天都没信来，令人焦急万分，使黔中学生也惶惶不知所措，方翘首盼望。忽接穆林由贵阳派来电报，告车辆已接洽好，后日就可以开至。于得此紧急消息，当即往华严洞告知郑世文先生及驻军，准备装车及起行事宜。复赶往金钟山，与校方办理辞去任课事，然后折返东门坡家中，平挡一切，把家具和食物有的卖掉，有的送人。我们全家人和文物离开安顺的时候是个夜晚，外面下着大雪。那坐的这个运文物的军车上，这个车子呢又往北走，从安顺先经过贵阳，然后北转到四川巴县。事实上天黑了，外面下着大雪，我只记得坐在那个驾驶台的旁边，看到前面，夜里面，这个天上雪片大量的飞落下来，可是两边的路上都是逃难的人群，他们静悄悄的，当然可能在车里也听不清楚。那大人小孩把行李铺盖可以带的东西，甚至于小孩子都挑在肩膀上，默默地行走，那个令我印象非常的深刻。这个两边的队伍，他们逃难的队伍非常的长，那车子走了好久也没有走完。当然最后是离开了贵阳，慢慢的人才少了。贵州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流，叫做乌江。那这一条江呢，在贵州，这个乌江非常的清澈，可是它很深，所以水是深绿色的。我就记得当初逃难的时候，这个车辆到了乌江旁边的时候，并没有船，那时候只有一个简陋的木桥，所以的车辆一定要从木桥上过去。这个木桥当然不像现在的桥梁，它是用木头来这个简单的架盖，两边也没有栏杆，所以呢，车辆要走的时候，只在这个桥上两边铺了这个比较厚的、比较平的板子，当然也不宽，就刚刚好用这个汽车的轮胎可以在上头走过去。那当时的所有的人都下车，尾随在车的后面走，那只有我因为小朋友优待还坐在车上，我只记得车开的时候过桥这个叽叽嘎嘎的声音，然后看到那个水面又深又黑，好像人在这个空中走一样，非常的紧张。那走了好久才过了桥，那等了过桥之后，看到一辆一辆车都这样子过来，车子慢慢的开，人在后面的走，这样才算过了这个乌江。这个地方就叫做乌江渡，所以我印象非常的深刻。再往前走，就要经过遵义，在遵义的附近，我还记得看到日本的侦察机，双翼的侦察机。当初车辆一听到有飞机的声音，大家都停下来，停在路边上，就看到一架很低的双翼的飞机。这个飞机的翅膀上，在下方，还有尾舵上，有一个
日本的这个红红的太阳标志，所以印象非常的深刻。它是侦察用的，所以它当时在低空绕了这个旁边的田转了一圈以后，它就飞走了，没有再回来。等过了很久，直到飞机没有再来，大家车辆才重新上路。再往后走，要整个的川黔公路要爬高，经过这个贵州非常重要的一个山脉，叫做娄山。那这个车辆要在那边走，会非常的不容易。它一边要爬坡，又转弯，所以它有一个，他们叫做72弯。这个汽车要经过这个72弯，才能够翻过娄山。山顶有一个娄山关，然后下去才是比较好的路。所以这一路上，我们看到这个车辆要过这个娄山关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动力不足，甚至于当时还有车子，那个我看到他们驾驶座旁边有一个很高的一个烟囱一样的一个炉子，它烧的什么东西呢？是烧的柴，用柴火来做动力，让这个车辆往前走。当时的助手也很辛苦，车辆往前进2步，他就拿一个三角木的后轮胎来垫上它，因为怕车子一停下来刹不住又往后退，所以这个情况非常的艰难。那等到进入了四川省界，我们发现，哎，树好像多起来了，路也比较好。那么这样子到了綦江附近，等过了綦江以后，又走了不久的时间，就到了四川巴县的这个石油沟，也就是文物放的地点。后来呢，父亲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做飞仙岩。那文物就到了飞仙岩这边。距离重庆还不到100公里，当时重庆还可能被轰炸，所以不敢到，那么就在这边先安顿下来。这就是巴县的飞仙岩。我们在那边大概有1年的时间，因为在深山里面只有一条溪，那么都没有学校，也没有几个农家，念书怎么办？就是父亲母亲教我们。当时我妈妈在我们住的那个简陋的民房啊，就是竹子跟这个泥水搭建的一个简陋的民房，父亲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水竹居。那么书本没有，把在贵州念的课本带着，那由母亲来给我们等于算是补习吧。在巴县的文物，同样的天气好的时候要拿出来晒亮。父亲也借这个机会教育我们关于这些名画，还有他们的内容。那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一幅画，就是大家非常知名的一幅这个北宋的这个范宽的山水画，叫做《西山行旅图》。这张图啊，它整个的一个山头啊，几乎把整个的一张画最中央的部分就是一块这个大山绝壁，构成了整个的画面。在底下呢有一点树林，还有一条小路，那旁边有一些这个赶车的运粮食的车辆的人，这赶马车、赶驴车走过的人，这样子的一幅画，我们印象就非常的深刻。那这幅画呢，现在也是在台北故宫非常重要的一张这个宋朝的名画。那不光是白天看，晚上临睡觉的时候，父亲还要考考我们，于是他就发明了一个叫名画接龙的这样的游戏，就是我们大哥、二哥、三哥还有我，大家在临睡之前，那我父亲说，就是按照朝代、作者、画名这3个顺序，要一个人接一个人的接下去讲。比如说，我大哥先讲，就北宋，那就是轮到我二哥讲，他就讲这个董源，那我三哥就要接看过的画，
董源画《洞天山堂图》，然后呢，到我呢，我可能就换了，我就说明，就是明代，然后我大哥再接，这个比如说是这个什么人啊，作者，然后呢，二哥再讲这个画名，就这样轮流的玩，玩到最后有人错了，那我父亲讲错了，扣分，然后这样子大家困了，就是玩到最后大家都睡着了。所以这个名画接龙的游戏是我父亲发明的，也等于从那时候开始对我们的一个中国美术的教育，一直影响到我们后来。关于文物在八县，还有我们的生活情况，以及文物怎么样运到重庆去，这些内容，我们下一集再跟各位聊。